娘亲病逝不到1年，我爹风风火火将小青梅迎为续弦。后母一过门，便撺掇我爹将幼弟禁足，世子顽皮不堪大用，不如期待妾身腹中的孩子。我加以劝阻，却遭他训斥，一个庶女，以为养在嫡母膝下便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？我敛起笑意，一心辅佐幼弟坐稳世子之位，替侯府挣下偌大家产。端国公之女教出来的孩子，绝不是任人欺辱的病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及笄那年，母亲缠绵病榻，药食无医，有感自己回天乏术时，母亲将我唤到跟前，小心嘱咐。母亲走后，侯爷必定是要迎续弦入门的。你虽非我亲生，可到底是我一手抚养大的，自当担起这嫡女之责。好好辅佐幼弟，以他为你日后的依仗。语罢，他将自己的嫁妆尽数交到我手中，又看向一旁的柳嬷嬷。女子若想在后宅安身，终究要自身撑得住，钱与心腹缺一不可。母亲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，如今将这些交予你，才是真正安心。我泣不成声，握着母亲的手安慰道：父亲敬重母亲，断然不会任旁人欺辱我们姐弟。母亲眼中闪烁泪光，若是如此，我也能放心，怕就怕。他的后半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。彼时我尚且懵懂，不明白为何母亲与父亲琴瑟和鸣，临了却如此忧心父亲会苛待于我们姐弟俩。自母亲离世，父亲变成了这京中炙手可热的儿郎。有军功在身，嫡姐是当今皇后，正逢壮年丧妻，便是做田房，也有诸多世家愿与侯府结亲。可父亲偏偏回绝了一众聪慧的贵女，私下将一歌姬出身的平民女子安养在庄子上，扬言要迎她为续弦。不过1月，京中人人皆知长宁侯崔成渊有个娇滴滴的小青梅，为了给足她体面，日日带她出席京中贵眷设下的宴会。京中都是关于侯府的闲话，嘲讽母亲从前与父亲的婚事不过是笑话，平白为他人做了嫁衣，这日后的续弦娘子才是父亲心中真爱。父亲生怕续弦娘子入门受了委屈，多次对我与幼弟提起这位续弦。婉宁同我相识的年岁比你们母亲还长些，若非造化弄人，或许我娶的便是她了。这些年她为我受了不少委屈，为父心中有愧，如今既迎了她为续弦，她定会将你们视如己出，你们也定要尊她敬她，就如从前待你们的母亲一般。父亲似乎忘了，母亲堂堂将门之女，因着一纸赐婚，嫁给心中另有他人的男人，甘愿为他屈居后宅相夫教子，又何尝不是委屈自己？只是我未曾想过，父亲眼中霁月清风的青梅，竟是个满腹算计的女子。素来迎娶续弦都不会大张旗鼓，可父亲不顾京中的风言风语，更不在乎祖母的以死相逼，执意给宋婉宁极尽奢华的婚宴，甚至比母亲当初入门时还要风光些。祖母见拦不过，便称病安养，将管家之权尽数交到我手中。和母亲的温婉谦恭不同，宋婉宁一颦一笑都张扬无比。我在心中感慨，怨不得父亲对她念念不忘，当真是美若天仙。她昂着头站在父亲身旁，如一只骄傲的花孔雀，而她的性子和她明媚张扬的皮相如出一辙。即便是在场的贵眷恭贺，她也不愿垂眸多看一眼，如此气盛，倒不像是平民出身的女子。我的余光瞥见幼弟眼中的恨意，他低声埋怨父亲大张旗鼓娶她入门，说什么青梅竹马，失而复得，这不就是明着打母亲的脸吗？我瞥了幼弟一眼，轻声告诫道：弟弟可是忘了母亲的叮嘱，父亲正当壮年，娶妻是必然的，今日若不是他，也会是旁的高门贵女，届时我们姐弟只会更加如履薄冰。父亲既愿意给他如此体面，便应当知晓他在父亲心中的分量，便是你再不满，也应当唤他一句嫡母。话音刚落，堂前礼长，按照礼制，我和幼弟应当向嫡母敬茶。幼弟不情不愿，与我交换眼神后，便恭敬地向宋婉宁敬茶。宋婉宁眉眼之间隐有得意，自顾自拨弄着茶盏，到底是嫡出的世子，礼节自是周到的。轮到我敬茶时，宋婉宁却敛起了笑意。听闻侯府的大小姐只是府中贱婢所生，只是因着嫡母仁慈，才能养在膝下，可话都是说给外头的人听。
到底不是嫡女，又有什么资格到这堂前来丢人现眼？众宾哗然，这些话飘进我耳中，直觉告诉我这个嫡母不是一个好相与的。父亲面上也有些挂不住，可到底是他心尖上的人，却是任由他为难于我。府中人人皆知，我是母亲的陪嫁婢女所生，只因生母难产而亡。母亲怜惜，便将我养在身边，对外称我是侯府的嫡女。我依旧面色和缓，母亲有所不知，从前嫡母教诲，庶出的身份不过是一张外皮，既都是侯府所出的孩子。母亲自然一视同仁，要紧的是一家子和睦，方能保一门兴衰。宋婉宁脸色铁青，将我手中的茶盏打翻。放肆！你是想说我不懂规矩，坏了侯府一向的好名声？我笑了笑，母亲是父亲心中爱重之人，自然是比女儿更懂其中厉害。宋婉宁本就因出身一事敏感到极点，如今却是生生被我噎住。父亲纵是心中多偏袒他些，可是关侯府的脸面，他如今毕竟是高门主母，若是为难一个庶女，传出去说他仗着嫡母身份欺压庶子女，于他名声有损。他终于是咽下了这口气。散礼时，舅舅将我唤到跟前，今日你做得很好，果然有我徐家女儿的风骨，隐忍方可徐徐图之。舅舅是端国公府如今的当家人，也是母亲的嫡亲兄长，对我与幼弟最是心疼，也明里暗里帮衬我和弟弟。他私下将宋婉宁与父亲的过往尽数告知于我。宋婉宁的确不是什么平民之女，从前也是清流官家的女儿。父亲少时在宋婉宁家中的私塾待了些日子，和宋婉宁结缘，互生情愫。父亲一个武将，自小便不喜诗书，更无心于考取功名，一心都是跟着老侯爷习武。可不解风情的武夫却被宋婉宁张扬明媚的性子吸引。为了见他，本不愿考学的父亲竟日日到场，只为多见他一面。彼时老侯爷在战场上陨落，姑姑又初登后位，根基不稳。为了一门荣耀，便向陛下求来与国公府的姻缘。陛下赐婚的消息传出，宋婉宁当晚便急得翻了墙，要找父亲问个清楚。可他却在夜里路遇流民，下落不明。被寻回的时候已然坏了名声，自己的婚事都难有着落。便是从前侯府也不会任由世子娶一个五品官的女儿，如今更不用说攀上侯府。不久宋家遭难，全家流放，京中也再无宋婉宁的消息。还是前些日子，父亲在周将军家中瞧见了沦为歌妓的白月光，愧疚涌上心头，这才不依不饶要迎她为续弦。既知道了两人的过往，自然知道日后该如何应对。今日一见，我便知晓宋婉宁不是个良善之人，恐怕日后也难和我与幼弟和平相处。我日后的每一步都需好好筹谋。大婚当晚，宋婉宁便急着在府中立威。府中的一个姨娘与2个通房向她请安过后，她转头便在父亲怀中哭了起来。程渊，你从前分明说过，既娶了我，便只专请我一个人，留着这些妾室通房又算什么情深意重？宋婉宁哭得梨花带雨。见父亲脸色沉重时，她又很适时地将错揽到自己身上。婉宁自知身份卑微，能给侯爷做填房已经是上天的恩赐，只是我心中从来都只有侯爷一人，难免着急上火。我那单纯的侯爷爹一下便被拿捏了心思，任由他自己拿主意。主母打发通房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府中唯一的江姨娘却是母亲在实收的良妾，从来安分，不争不抢，若是无故处置，恐落人口实。一大早我还在盘算府中账目，幼弟便跑到我院中，神色慌张。姐姐，那宋婉宁在院中吵嚷着要打杀了父亲的通房，江姨娘想上前护着，竟被她的竹鞭抽伤了。我赶到宋婉宁的小院时，她已经打红了眼，2个通房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，鬓发散乱，江姨娘背上平添了几道触目惊心的鞭痕。见她不依不饶，幼弟将江姨娘护在身后，指着宋婉宁愤愤道：嫡母好大的威风，江姨娘多年安分守己，若您看不惯，便让她待在自己院中，如今这般下死手，恐怕有失体面。我接过弟弟的话，语气和缓道：还请母亲手下留情，江姨娘毕竟是府中的旧人，向来安分，母亲已然惩戒过，不如便让他们自行回去思过。
婢女得了我的意思，便要上前搀扶。宋婉宁却不似前几日那般和善，大声喝着一旁的婆子：世子不敬嫡母，连一个庶女也敢骑在我头上编排我。今日我便连他们一块教训，以正家风。可在场的婢女、婆子，就连小厮都不敢动。宋婉宁初嫁入侯府，心中不安，着急立威情有可原，可她眼界太浅。她在这儿歇斯底里，无非是想告诉侯府众人，她在父亲心中的特别之处，可这一切都只对我那天真的侯爷爹有效。母亲从前领着我接管钟馗，府中人人都清楚我在府中的位置，谁敢对我动手？宋婉宁气急，言语无状，你们竟如此护着这个贱蹄子，就不怕我回了侯爷将你们都发卖了吗？我加重了语气，母亲自重，若是女儿当真有错，自会认错受罚。可今日之事实在不光彩，女儿不能不为了侯府的声誉着想。宋婉宁被拂了面子，恼羞成怒，抬手便要朝我打来，那鞭子却被幼弟稳稳地接住。幼弟稍稍用力，宋婉宁一个不稳，踉跄几步便重重摔在地上。他吃痛咬牙，气得发抖，指着我吼道：好啊，你们姐弟今日如此欺辱我，我定要告诉侯爷去。父亲从军中回来时，宋婉宁便在他那哭了一通，说我和幼弟瞧不上他，帮着姨娘欺辱他。柳嬷嬷将今日来龙去脉尽数告知父亲，到底是他自己理亏。父亲也并非不明事理，只是好言好语的哄劝。直到宋婉宁露出手上的淤伤时，父亲才发了大火。他下令将幼弟关进祠堂中禁足，从前你母亲教给你的规矩都拿去了，竟如此欺辱嫡母，你便对着你母亲的牌位忏悔去，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出来。幼弟倔强，在祠堂中饿晕了，也不肯向宋婉宁认错。见我来时，他红了眼眶，姐姐，你说父亲是不是从未对我们上过心？那个女人不过吹了些枕边风，使了些苦肉计，便诓着父亲将我禁足。若是他日后要这世子之位，恐怕父亲也得拱手给他。我将熬好的热粥递给他，又喝止了他的眼泪，人固有3分气。若想要肆无忌惮的发泄，便要有足够的本事，否则你就得忍住，将气烂在肚子里。你是侯府世子，日后便是这侯府的当家人，也是姐姐的依仗。这侯府固然是由父亲说了算，可你亦是端国公府的外孙，只要你肯上进，舅舅定然会帮扶你。一个不成气候的续弦，何足为惧？幼弟敛起眼泪，终于接过我手中的饭食。夜里，我带着他向宋婉宁赔罪。宋婉宁起初还对我俩不屑一顾，直到我拿出一对贵重的双龙细珠手镯，他的脸色才好看些。这对手镯是前朝皇后的旧物，便是宫中也难寻。若不是为了一家脸面上过得去，我还真有些舍不得拿出来。宋婉宁眼睛都看直了，自顾自地将那手镯往腕上戴，嘴里喃喃道：这才对，认错就该有个认错的态度。既如此，我也不好再和你们这些孩子计较，往后各自安好便是。早膳过后，父亲搭上幼弟的肩膀，满脸笑意。婉宁前些日子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只是她刚入侯府，有些不适应，难免对你们苛责了些，可今日你们也瞧见了，她是个和善的嫡母。我与幼弟笑着应了应。父亲会被他的娇柔蒙蔽，可我们心中跟明镜似的。他的作为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若是真能各自安好，倒也无妨，他就怕有人心思不端。立春过后，马场上的草也差不多长齐了，京中贵族也陆续开办马球会。尚书家的沈大娘子给侯府下了帖子，邀侯府上下前往游玩。宋婉宁和我同乘一辆马车，只见她浑身珠光宝气，生怕别人将她看低了去，一副要艳压群芳的架势。她的目光不时落在我身上，如今侯府还是你管家，恐怕这关中不少银子都进了你们姐弟的院子吧。瞧你这一身衣服如此奢华，竟一点没有女儿家的分寸，是妄想将我这主母给比下去吗？我并未理会她的暗讽，这是从前母亲为我置办的衣裳。母亲尚节俭，不喜奢华，我的衣裳也都还和从前一样。听到母亲2字，她眼中的恨意越发浓重。你一个庶女，穿的用的比我一个正头主母还要奢侈，传出去让人怎么看我？况且瞧着你们姐弟用的都是上好的物件，想想便知这侯府家底丰厚，竟如此防着我。原来他是惦记着侯府的富贵，
还有他那本就虚无缥缈的面子。我讪笑道：女儿管家都是从前的权宜之计，母亲既有父亲的万般疼爱，不如自己去回了父亲，从此便由您来执掌中馈。他顿时闷了声。宋婉宁毕竟出身不高，又在外流离多年，尚没有主母的沉稳，就算父亲再爱重他，也不可能让他轻易管家。他在京中的名声不好，球会上的官眷对宋婉宁唯恐避之不及，唯有周将军家的夫人愿意与他亲落。这也难免，当初宋婉宁与父亲的姻缘便是他一手促成的，他便是从周将军家走出来的歌姬。马球场上，素日与我交好的世家小姐纷纷围了上来。玉贤，你甚少穿这么鲜艳的衣裳，今日一见，却也不违和。好友的恭维好似一把利剑，狠狠地扎在宋婉宁胸口上。幼弟不解，姐姐从前从最不喜奢华，今日穿的这般张扬，可是别有用意？我莞尔一笑，捏了捏她的脸，你果真学聪明了些。宋婉宁因着身世，最怕失了面子，我今日如此张扬，便是为了刺激他。他失了分寸，便更容易犯错。纵然父亲再喜欢他，也绝不会容忍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把控侯府。宋婉宁端坐在席面上，看着我与幼弟在赛场上夺了好彩头，他却略带酸味的出言嘲讽。素日侯爷总担心我闷着，常带我出去打马球，只是我嫌无趣。侯爷便开始变着法子哄我高兴，如今却也是腻了，不似这些孩子轻浮。我与幼弟的马球都是母亲教的，父亲从前甚少与我们一同出游，久而久之，母亲也不爱出席这些宴会。可如今为了宋婉宁，父亲却常常在这些席上露面。而宋婉宁这番话无疑是在告诉众人，我们并不受父亲爱重。从前与母亲交好的沈大娘子眉眼频蹙，忍不住出言维护。世子虽年幼，可到底是这侯府唯一的嫡子，又有国公府帮扶着，怎么看也是这京中数一数二尊贵的公子了，何来轻浮一说？沈娘子看不惯宋婉宁在府中的小家子气做派，方才是想替我们出一口气，叫宋婉宁颜面无存。可今日宋婉宁却出奇的冷静，略带玩味道：本就是孩子家爱玩的东西，侯爷说了，不过是个消遣。再说了，他话锋一转，如今我怀了身孕，自是不会上场折腾。侯爷体谅我孕期辛苦，特意交代今日只是来瞧个新鲜。说起来，我府中的孩子也是这侯府的嫡出孩子，侯爷对他的重视不亚于世子呢。在场的人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出好戏。续贤娘子有了身孕，世子又不受侯爷器重，倒成了众矢之的。幼弟眼中晦暗不明，衣袖下却是紧攥着的拳头。我安抚他，他刻意将自己有孕的消息瞒了2个月，便是要揪着我们俩的错处。若是我们此时乱了分寸，将他捅到父亲面前，岂不是让他占尽先机？宋婉宁骤然有孕，以他的性子，这侯府断然会有不安生的日子。既如此，我和幼弟不在府中便是，外头的去处哪一个都比这侯府安生。宋婉宁这一怀孕，身份水涨船高，日日应酬宴会不断，连气色也好了不少。一日，我与幼弟从国公府回来，便瞧见周夫人与宋婉宁在堂前聊得畅快。周夫人的夫君和父亲同在军中，如今更有消息传出，圣上有意让2人出兵抵御夷族，因此2家来往更多了些。周夫人来时还带了礼物，我瞥了一眼，是上好的银耳，用来安胎最好。我向周夫人行过礼后，便寒暄道：周夫人拿了如此上好的物件，父亲不如拿出库房中前些日子陛下亲赐的雨前龙井来招待夫人。父亲点头，我却在余光中瞥见周夫人的不满。她抿着热茶，悠悠开口：早听闻这侯府如今是为出阁的女儿执掌中馈，未曾想竟这般稳妥。父亲话语中略带欣慰，那是自然，从前玉贤跟着嫡母学了不少本事，如今老夫人身子不好，他便挑起了管家的重担。别看他年纪小，可却很是稳重。宋婉宁略有些失意，在一旁抹着泪，好似自嘲道：玉贤自然是有本事的，不像我，如今一个主母倒不像主母，无半分威严，还要府中的小姐帮衬。父亲脸色有些难看，这话无疑是在说这侯府主次颠倒，连庶女都能越过嫡母。周夫人掩面笑道：崔小姐到底是个闺阁女儿，
如今已然及笄，不日便要寻个夫家出嫁。偌大的侯府由一个未出嫁的女儿执掌中馈，到底有些不妥，传出去也该叫人笑话。一来二去，我很快便知晓，今日这周夫人是来给宋婉宁做说客的。父亲为难之际，我盈盈附身，坦然回道：从前女儿管家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又因前些日子母亲怀孕身子不适，这才多上了心。如今既母亲愿意接管，女儿自然从旁协助便好。宋婉宁与周夫人眸光交汇，隐有得意之色。回去后，我将府中账目尽数送往宋婉宁院中，还贴心地让柳嬷嬷去向她说清楚诸多琐事。却不想此举触了宋婉宁的眉头，她不留情面地将柳嬷嬷打发出来。如今既是我管家，小姐便不用再费这心了，与其成日盯着嫡母，还不如对自己的婚事上心，担心自己一个庶女能不能嫁个好人家。柳嬷嬷见我不慌不忙，摇头笑道：小姐猜得不错，那宋婉宁果然是个蠢货。她如今正春风得意，哪里会知道这高门大户的账目岂是那么好管的。宋婉宁第一次管家若是出了岔子，日后父亲便是在想帮着她，也没有理由开口。他得益于自己管家能够从中捞好处，殊不知这侯府如今如履薄冰，早年产业尽数充公，为了维持体面，全靠母亲的一些产业撑着。这些铺子早就过户到我的名下，连父亲也不知道具体数目。等宋婉宁接手，就该知道这侯府断不如表面那般风光。自从宋婉宁开始管家，我难得清闲，只是在自己的小院中看着幼弟习武，一心管着母亲留给我的嫁妆铺子。宋婉宁有了身孕，自然是要好好耍耍当家主母的威风。只是我未曾想过，她竟连我爹也冷落了。父亲从军中回来后，多次想与她亲落，都被她以身子不适敷衍过去。妾身怀有身孕，恐怕照顾不周，侯爷自当体谅。下人来告诉我，宋婉宁近日的会客活动多了些，而府中账上也多了些莫名的支出。我笑着摆摆手，既然有母亲接手，她做什么自有她的用意，若有不对，有父亲主持公道。宋婉宁无疑是自掘坟墓。在她忙着会客应酬时，消沉许久的江姨娘再次出现在父亲的视线中。她温柔解语，任劳任怨，总在父亲夜深归来时为他递上一碗热汤，与宋婉宁的跋扈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从前母亲便告诉过我，主母便要有主母的做派，而讨好的功夫交给妾室去做便好，才不至于失了主母的气度。江姨娘是母亲挑上来的人，我自然能够放心提拔。后宅需要各方制衡，各司其职，才能维持平和。宋婉宁仗着父亲的偏爱有恃无恐，可她却忘了父亲好歹是一个侯爷。他闹腾这么几回，起初父亲还图个新鲜，对他百般纵容，可日子久了，父亲难免吃不消。而在江姨娘这，父亲找到了久违的关怀。情到深处，他竟然也怀念起从前母亲的温柔得体，在江姨娘耳边哽咽着：从前是我对不住之月，她一向端庄得体，事事以我为重，如今看见婉宁那个样子，好在我还有你。江姨娘一如既往地静静听着，夫人是在乎侯爷的，只是如今有了身孕，脾气差些也是情有可原，妾身不过是为夫人分担些。这话落在父亲耳中，只听见了他脾性差，已然有了些不满。宋婉宁见江姨娘如鱼得水，终于意识到了不对，趁着父亲不在府中，他带人堵了江姨娘的小院，强行给她灌了一碗红花，要她此生再不能生育。倒是忽略了你这个小贱人，用着那一套狐媚之术魅惑侯爷，叫侯爷冷落了我，我今日定要让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父亲回来时，只看见躺在血中的江姨娘，还有一旁咄咄逼人的宋婉宁。江姨娘脸色惨白，衣裙上都是鲜血。父亲发了大火：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还是如此容不下旁人？我竟不知道我爱的女人竟是个蛇蝎。宋婉宁也不认错，若我今日不拿出些当家主母的气势，人人都知道我这续弦可以任人践踏。他想摆架子处置小妾，可他太过愚蠢，便是做也不做的隐秘些，叫父亲撞见后宅的这些私密。此事后，父亲冷落了宋婉宁好些日子。起初他还有恃无恐，见到父亲时还出言质问：侯爷可是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，
莫不是从前的深情都是装给旁人看的？直到我的人不断刺激他，他终于坐不住了。今年的中秋，皇后娘娘一如既往邀府中家眷前往一叙。宋婉宁穿了一身缕金云缎裙，那衣料一看便知是京中最大的方月阁所出。如此上好的料子，便是宫中也不多见，可见金贵。柳嬷嬷告诉我，自宋婉宁执掌中馈后，便将关中的银子都抽一部分出去，供自己挥霍，而且私下还收了不少贵眷送的礼物。幼弟看着她穿得艳丽，差点没忍住笑。他还得意，恐怕不知道，他在自己身上散出去的银子，尽数进了姐姐名下的铺子。母亲的产业遍布京中，且都是在最繁华的地段，少有人知晓这背后的东家是我。宋婉宁还傻傻地挽起父亲的手，好似给两人台阶下。程渊，你看我今日穿得好看吗？我如此费心打扮，便是为了让你脸上更有光。父亲惊觉不对，碍于身处宫中，未曾发作，可宋婉宁却敏锐地察觉到父亲对她的冷落。往日的中秋家宴，皇后娘娘都要亲自考教幼弟的功夫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幼弟刚拿起皇后娘娘亲赐的一杆枪，宋婉宁便掩面调侃：世子从前便顽皮，疏于武艺，如今更是频繁与长姐出门玩乐，今日可别在皇后娘娘面前丢脸。皇后娘娘目光锐利，与父亲交换眼神后，父亲顿时脸色铁青，被宋婉宁的无礼惊得冷汗直流。他天真的以为我和幼弟日日不在府中，定是出门赏玩，却不知我带着幼弟出了国公府，由着舅舅亲自考教武艺。而幼弟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应对得当，皇后娘娘连连点头称赞。宋婉宁脸色十分难看，宫宴尚未结束，便借口身体不适离开。宴会散时，皇后将我与父亲唤去说话。今日你也看见了，你风光娶进门的续弦是个什么样子。往日我便听说了他在府中的作为，如此不识好歹。是你这个侯爷无能，竟还不如玉贤识大体。父亲被说得满脸涨红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皇后却话语伶俐，不留情面。你身在宫外，不知本宫在宫中的如履薄冰。如今五皇子一党对东宫虎视眈眈，若是你出了错，让人拿住把柄，太子也会受你连累。我今日便将话说清楚，世子身上流着国公府与侯府的血，其位不可动摇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纵使你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也不会再惯着你。夜里，皇后遣了身边的长侍嬷嬷罚了宋婉宁，让她跪在侯府祠堂中掌嘴。她愤愤不平，大闹祠堂：我怀着可是嫡子，你竟敢打我！这话叫父亲听见后，更是火上浇油。父亲没有再心疼他，却也没有夺他的管家之权，只是所有人都清楚，父亲对宋婉宁不再像从前那般爱重了。宋婉宁有孕5个月时，父亲被陛下问罪，在宫中关了足足7日才回到府中。一向看不惯侯府的三皇子一党在朝中参了侯府一本，说长宁侯结党营私，买官收受贿赂。父亲一个武将，从不擅长官场应对，又怎会有如此荒唐的行径？可五皇子一党说的有理有据，即便陛下有心维护，也得拿出个样子堵住悠悠众口。还是皇后求情，才将父亲保了下来。陛下要父亲将功赎罪，主持赈灾款募捐一事。父亲回来时，还带了皇后身边的长侍姑姑。一番探查，才发现宋婉宁仗着侯府的事，私下结交官员贵眷，收受了不少贿赂。这些不义之财都被他用来消遣挥霍。父亲原想变卖府中良田与铺面来筹银子，却发现那些早就被宋婉宁变现成白花花的银子，送到了自己的娘家。父亲红了眼睛，不顾宋婉宁的身孕，死死抓着她的手。为什么？我待你不薄，你还如此贪心不足，你这是要我的命，要毁我侯府基业。为了娶你，京中人人都嘲讽我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，连皇后都几次斥责于我，可我都生生忍了下来。我知道你心中不安，任你如何使小性子都纵着，你便是如此报答我的。我找到你那日，你同我说你只求一个去处，便是做妾也愿意。你只要我的心，难道都是诓我的？你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富贵。宋婉宁抖如筛糠，可嘴上还狡辩着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想过要害夫君，他们说不过是些礼物，收下也无妨。她哭得撕心裂肺，却不敢直视父亲。
我只是想接济爹娘，他们远在边陲，受尽苦楚。若我不多多帮衬，送些银两，他们恐怕性命难保。我变卖的都是侯爷给我的铺子，我以为侯府家大业大，又有皇后庇佑，这些不过是些皮毛而已，我当真没有想过会害了夫君。父亲往后踉跄了2步，随后上前甩了他一巴掌，胸口剧烈起伏着，说不出一句话。见在无回天之力，他软了语气，我知道侯爷帮我许多，不好再仗着侯爷的宠爱，这才犯了糊涂。父亲心痛如绞，你可知你今日如此，便是断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。若是陛下降罪，不只是我，这侯府上下几10口人都要因为你的糊涂送命。到底念及青梅竹马的情分，父亲没有对他赶尽杀绝，只是命人将他禁足在院中养胎，不许他再过问府中的事。宋婉宁被禁足不过半月，便因惊惧过度小产，成日失魂落魄，对着婢女哭诉父亲不爱她了。在父亲因为赈灾款日夜忧心时，我将1沓银票递到他面前，在他错愕的目光中，我红着眼开口：这些都是母亲的嫁妆铺子，母亲走后，这些都过到了女儿名下。如今府中有难，女儿无法眼睁睁看着父亲忧心，便将这些财产变卖拿了出来。父亲错愕，这些可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嫁妆，我如何有脸用？我擦了擦眼泪，佯装镇定。母亲叮嘱过我，我们一家子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侯府遭难，我又岂能坐视不理？只要父亲安好，女儿便是日后磕碜些又何妨？母亲与我有大恩，幼弟也以我为依仗，女儿答应过母亲，要帮着侯府，帮着父亲。父亲感动地拉着我哭了一宿又一宿。他不知道，这些银子并非变卖母亲嫁妆所得，而是宋婉宁变卖产业流出去的银子。他想散给母家的银子，我都让舅舅拦截了下来，为的便是慷他人之慨，做如今这一出戏。我用他手中流出来的银子，在父亲这卖了一个恩情，也将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这些事情是我与舅舅算计好的，为的便是拉宋婉宁下水。便是皇上真的降罪，舅舅也能保下侯府，将宋婉宁拉出去替罪。可她到底是我名义上的嫡母，我只是吩咐了下人别苛待了她。即便她再不中用，也必须留着她在这府中占一个主母的位置，只要她肯安分守己，我亦能和她和平共处。不知怎地，那日我去看望宋婉宁时，好似从她眼中看到了几分泪光，可却是转瞬即逝，化为阵阵警惕。看着宋婉宁失意，幼弟畅快极了。如今她白占着一个主母的名头，又失了父亲的信任，我们日后便再不用担心父亲会娶一个蛇蝎入门了。可我却总觉得有些不对，宋婉宁固然愚蠢，可她如今到底有侯府富贵，何必要大肆敛财？临近年关时，父亲得了旨意，年后便领兵出征。他将我和幼弟唤到跟前，难得的慈爱，从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称职，才让你们姐弟受了这些委屈，我实在是无颜见你们母亲。此次出征，父亲也是赌上了侯府的前程，若是凯旋，便能给你们正下不败的荣光，可若是有玉贤在，我总是放心的。见他眉间隐有忧虑，我便清楚此次出兵剿匪必定凶险无比。而宋婉宁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一夜之间变了性子。下人来报父亲，说宋婉宁禁足期间思念父亲，竟到了食不下咽的程度，央着父亲去看他。一见他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，父亲果真心软了。他红着眼，同父亲说着自己的过错，从前是我不知好歹，白白辜负了侯爷对我的好，如今见不到侯爷，我才真清楚了自己的心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宋婉宁不是会轻易低头的人。我将他的婢女唤来细细盘问，才知道他近日频频给父亲喝补药，事后又给自己灌了分量不少的坐胎药，似是妄想以身孕扭转自己的困境。那所谓的补药和坐胎药都是与他交好的周夫人遣人送来的，明面上是说要助他重夺父亲的心，可幼弟的世子之位已经不会再有所动摇，他才小产不久，如此着急喝这些坐胎药，无疑是拿自己的身子来犯险。从前我便听说周夫人是内宅的一把好手，颇有些手段，不仅府中妾室通房皆无身孕，如今连周将军也对她言听计从。后宅手段层出不穷，
为求谨慎，我让婢女去检查他的药。果不其然，我发现了不对。那补药本身无害，更有催情之效，可宋婉宁服用的坐胎药却大有文章，她竟是以自己的身子来下毒。父亲喝过补药后，再与他亲热，若是长久下去，便会劳神伤身，且不易察觉，堪比慢性毒药。我咬了咬牙，从前便觉着周夫人是个笑面虎，如今倒将手伸到侯府来。在我的示意下，医师没有声张此事，只是将父亲的汤药换成了能让人浑身乏力、昏昏欲睡的汤药。此药虽能让人身子疲软，可却没有任何伤害，只需停药2日便可恢复。我出此下策，便是要父亲看清楚宋婉宁的真面目，再将周夫人背后的阴谋探清楚。唯有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，父亲才会真正意识到，眼前的女人并非良人。一连好几日，父亲都有些力不从心，可宋婉宁依旧和周夫人保持着来往，让父亲沉浸在她的温柔乡中。晨起爹爹来祖母这里请安时，我与幼弟正好在祖母这儿用早膳。见父亲眼下的乌青，我知道时机到了。幼弟见父亲一连好几日都在军中操练，便主动提出要与父亲比武过招。父亲也正有兴致，你有此心不错，日后也好跟着爹爹上战场拼军功。只是今日父亲不像往日那般健壮，竟在幼弟这儿落了下风。他手中的剑被击落时，还带着满脸错愕。看着父亲满脸震惊，祖母当即便看出了不对，遣下人请医师入府。医师把脉过后，面色凝重，好歹毒的心机。侯爷这是中了毒，此毒若非亲近之人，是断断无法神不知鬼不觉。好在今日发现的早，否则……医师开了解毒的方子后，我便遣人将他送了出去，又给了他一袋沉甸甸的银子，要他将此事烂在肚子里。此事不仅是给侯爷下毒的罪名，更是关父亲的尊严，他气得发抖。祖母虽常年养病，可到底是深宅中长起来的女子，经雷厉风行的一番探查后，便将事情查得清清楚楚。宋婉宁被捆着押上来时，还在为自己辩驳，一定是有人陷害儿媳，那不过是寻常的补药罢了，我怎么会蠢到下毒，还做得明目张胆？我立即将他熬制坐胎药的药渣丢到他面前，铁证如山，你还狡辩？你不惜伤害自己的身子，也要陷害父亲，恐怕背后定有人指使。宋婉宁的脸白了白，见大势已去，她竟是对着父亲言语无状，没有人指使，是我自己恨毒了你们一家子，更恨毒了你这个负心汉。我就是要你断子绝孙，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只要你死了，我便成了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人。我几步上前甩了他一巴掌，制止了他胡言乱语，又将周围的下人都遣了出去。这并非光彩的事情，我不能不为侯府考虑。父亲由悲痛转为恨意，举起剑就要将他封侯，却被我和幼弟死死地拦下。你们都别拦着我，我今日定要杀了这妖妇。是我猪油蒙了心，险些被他害了去。众人不解时，我定了定神，对着地上万念俱灰的宋婉宁发问：你不必为他开脱，我知道这些都是周夫人指使你的，想必她定是用你爹娘来做把柄威胁你吧？他眼神呆滞，喃喃道：你怎会知道？我摇了摇头，从怀中掏出一枚锦囊。你应当认得此物，这是你爹娘的信物，你大可放心。他们已经被舅舅安置在京中，如今好得很，性命无忧。你当真是糊涂，从当初周夫人故意把你送入侯府，舅舅便觉得蹊跷。他不过是将你当一枚棋子，要你背上谋杀长宁侯的罪名，为周家铺路。你以为你替他做事，他便会真的放过你吗？当初你贪了那些银子，恐怕不是接济爹娘，而是都进了周家，碎了周家私造兵器是吧？知道自己父母性命无忧后，宋婉宁哽咽着爬到父亲脚下，不断认错，将自己与周夫人的勾结和盘托出。当初周夫人在教坊司看到了我，便生了心思，要我入侯府替她当眼线。周将军通敌叛国，与蛮族勾结，知晓父亲在朝中的地位后，便有意让我拉侯府下台，当初的收受贿赂，还有如今的下毒，都是为了让侯爷万劫不复，如此他便可在战场上摆我朝一道。父亲越听脸色越暗沉，竟不知道自己被如此算计。宋婉宁哭得不能自已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只是为了保住爹娘的性命，
周夫人答应过我的，事成之后定会留夫君一命，那汤药也只是让夫君再也不能上战场而已。父亲不愿再听宋婉宁辩驳，摆了摆手，便让人将他带了下去。而今最重要的便是进宫面圣。舅舅早对周家有所怀疑，只是证据不足，难以令人信服。而有了宋婉宁的证词，舅舅与父亲一同入宫面见圣上。圣上大怒，听了舅舅的建议，将周家夫妇暗中召入宫中，随后牵扯出背后的主使武皇子。武皇子知道密谋皇位无望，便生了叛国夺位之想，于是暗中勾结了周将军。一道圣旨，陛下雷厉风行地诛杀了周家上下，又暗中处置了通敌叛国的武皇子。自此，太子之位再无威胁，而父亲也重得皇上器重。父亲与舅舅一同出征那日，交代我照顾好侯府上下。我知道他话中暗指宋婉宁，他虽做了诸多错事，可好在没有酿成大祸。我与幼弟求情后，父亲只是将他关了起来，其他一切照旧。只是那日以后，父亲便不愿意再见到他。半年后，父亲的捷报传回，何府上下欢庆之时，宋婉宁在院中服毒自尽。我赶到时，他已经奄奄一息，回天乏术。我骂他是个傻子，明明可以在府中担个主母的名头，享些清福便是，为何如此想不开？他咿呀呀地说着什么，我听不清楚，却只听见一句话：我对不起侯爷，若有来生，我也想做个好人。我有条不紊地处理了宋婉宁的后事。这侯府到底不能没有主母。父亲出征1年后，他同意了我的建议，抬了江姨娘为正室。一个没有家世又无法生育的主母，即便父亲立下再多的军功，也无法通过联姻将权势做大，自然也不会被陛下忌惮。皇后娘娘很满意，陛下也对父亲的识时务很满意。3年后，侯府颇有蒸蒸日上之势，皇后娘娘做主将我许配给新科探花郎。她生得好看极了，为人温润，举止得体。大婚当晚，她挽着我的手同我说，我既娶了你，往后这府中必定只有你一个女人。我低头笑笑，不置一词。我的人生向来不会寄托在夫君虚无缥缈的情爱之上。那一晚的星星格外的亮，比府中的红灯笼还要耀眼些。母亲，您看，女儿的人生和您期许的一样，熠熠生辉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